想要达到年化100%的盈利目标，这不容易。即便你是已经交易很多年了，但是我估计对于你来说这依旧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实现目标之前的这个心理路程依旧是坎坷曲折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这期内容我估计还是会跟我之前讲那个多元化那2章是一样的观看的人或者说能看进去的人少之又少。这种内容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想明白想清楚的。我今天根据一些学员的共性的一些问题总结了这5点，我们都可以，我也是一样审视一下自己这5点究竟做到了多少，又有哪些还需要继续的跟进。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掌握自己能够编程的能力。如果你要进入量化交易、算法交易，那么掌握编程这门技能它是必须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雇佣这种程序员来为你完成所有的这些工作，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首先是比较贵另外就是依靠这种方式开发出来的策略绝大部分的策略你最后的结局都是扔掉，你不会使用这些策略，因为大部分开发出来的策略它都没有什么用不是说这些程序员开发出来的这个编程的技术不好，而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开发出来的策略就是产出真正有效的策略的这个过程它不是说你开发了几次开发几个策略就可以达到的。如果你的这些回测流程这些测试的工作都有做到位的话，那么大部分的策略都是通过不了的，就是回测的绩效只存在于过去的行情之中，你把它放在实盘上就没有什么用了。之所以说它比较贵呢，比如说你单次让人写一个 EA 或者写一个策略几百块钱多了几千块钱，但是想要产出真正有效的策略，它需要你开发大量的 EA， 然后筛选有用的。这个过程就需要你和帮你开发的这个程序员有非常深度的、非常密切的合作，因为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你觉得长期的雇佣这么一位具备这些能力的程序员为你做这些工作，你觉得你要付出多少的这个成本呢？而且很有可能你这些成本付出了，但是你雇佣的这个人他并不知道你脑海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认为你最好自己掌握编程这门技能，这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式。所以这也是我不带写 EA 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不太认同那种方式第二就是要建立正确的开发流程。我这里说的开发它不只是说你这个编码的部分单说写代码的这个过程把它放在整个的这个量化的全部的工作量来说它可能顶天了，我觉得也就占个1/3吧。如果说全靠会写代码就可以做好量化的话，那么所有的程序员那就都别工作了，都去开发量化好了。我这里说的这个正确的开发流程，是从你最开始确定这个交易的规则，一直到最后上线对策略进行管理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一个流程。它不是说我开发了一个策略，然后找一下这个最佳参数就可以开始交易了，这是不对的你必须建立自己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开发流程，否则的话，你就只是在陶醉在这个回测中陶醉在这个历史行情中。历史行情告诉你运行这个策略使用这个参数轻轻松松可以成为首富，但是一上实盘就亏得底掉。历史它不代表未来铁。第3点我们还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创建策略。当你确定好你自己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开发流程之后要做的就是
复制这个流程，不断的使用同样的流程、同样的方法去构建不同的交易策略，尽早构建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实现这个多元化的力量。不要局限在某一个投资领域啊，比如说我只做加密货币啊，我只做股票，或者说只做外汇，只做黄金。难道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是盈利吗？手动交易者只关注于某些品种，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一个人的精力啊，他是有限的，他关注的过多，反而他做不好交易。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在做量化了，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再局限在某一个领域，你可以把你的视野放大，这么多的市场，它都是可以帮助你搭建自己的这个多元化的投资体系的。第4点就是重视策略管理。很多人啊，包括我也难免，就是因为我们在前期的这种开发策略上面啊，投入的精力太多了。我这里以这位小伙伴他的这个投资曲线举例啊，他建立了适合自己的体系之后，开发了大量的这个交易策略，以此换来了一些在自己体系下有效的投资策略。因为这些策略的来之不易，所以当市场已经发出了一些信号，可能已经导致我们的某些策略达到了一些下架的标准了，但是因为这种对于开发策略开发时投入的精力投入的感情太多，导致我们下架策略的时候做不到那么果断的直接就砍掉。但是你不果断，你不遵守自己之前设定的这些规则，那么市场就会帮助你做出果断的决定体现在账面上就是让你亏钱嘛。比如说他这里最开始已经达到了 43%， 然后一下子又来到了这个横轴的话就是0嘛，一下子就是直接没有了。之后呢，它是这个痛定思痛随后整个曲线又上升了因为它在这里做了一些很大程度上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也别无他法规则都是死的，但是人在执行的这个过程中会掺杂很多这种人性的复杂的一些东西，这就不单单是我们这个传授技能这么简单的了，这个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想通这些问题了。第5点最后一点，也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盈亏目标。我们给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尽量设置的长远一点，不要设定那种几天几周的盈利目标，那都说不准的。这个市场它每天变幻莫测的，你短期的这种波动谁说得准呢？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长期的，比如说一个平均的年回报你想要多少，可以是 50% 也可以是 100%。根据这个目标再结合你自己具体的这些投资策略，然后就可以得出你究竟要放多少钱在每个策略上，也就是把你的亏损推出来这个亏损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能的话，那么你这个目标设定了就没毛病就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能够接受更大的亏损，那么你可以把你的目标盈利目标再设定的更大一些。但如果这个亏损推出来之后你并不能够接受你觉得已经亏太多了，那么你可能就要把你的自己的盈利目标往下压缩一些了。盈亏同源嘛，我这里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胆小者他是没有办法获取巨大的收益的。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但是胆小的或者说保守的他也不亏呀。另外就是你也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实现了目标之后，你是打算直接提前离场呢，还是说继续的执行策略？再或者像这位小伙伴一样他在达到了他今年既定的这个100%的盈利目标之后，他选择了降低他的风险敞口，他把
投资组合里面的具体到每一个策略的风控，都尽量压缩到一个很安全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如果后面的行情有巨大的回撤会导致这种利润的巨大流失，它就相应的账户受到那种冲击的幅度就会小很多。同时，如果后面行情会继续对它有利的话，它也不至于感觉到很亏。总之啊，就是跟你对于策略的管理啊是一样的啊，就是要提前想好，做好你的预设方案，然后严格的执行，做好你该做的，其余的那就是交给市场。好，最后我们再做一个结尾啊，就是要想实现年化100%的盈利目标，这不容易啊。首先我们需要自己学会编程，要具备这种能力，然后建立一个正确的可执行的可复用的一个开发流程，去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创建不同的策略，并且也要重视策略上线之后的管理工作，然后明确自己的盈亏目标，设定好自己的应对方案，之后交给市场。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